在灾厄村民的部落里面有好几种职业，掠夺者、卫道士、幻魔者，还有他们的坐骑劫掠兽，还有这种不会自然生成的幻术师。但是咱们仔细一想，这些职业里面连一个农民都没有，全部都是战斗型的，这怎么行啊？全都是战斗型，他们怎么吃饭？还有巨大的掠夺兽呢，饭量肯定也不小，总不能全靠抢村民的粮食过日子吧？这种事情我这个村庄英雄肯定是不会允许的。那么今天的这个模组就给灾厄村民们添加了一个新的职业——卷心菜种植者。在平原的生物群系中，可能会刷新出卷心菜粮仓，这里是灾厄村民们主要的食物来源。我们靠近就可以看到，门口饲养了一只劫掠兽，劫掠兽的对面就是种植卷心菜的田了。这些卷心菜可以直接收获，会掉落几个种子和一个卷心菜，每个卷心菜使用之后可以回复 1.5 格的宝石度。我们还可以在这个粮仓里看到卷心菜种植者，旁边会有一些箱子，里面有一些不错的物资。而在它的对面会有一只小型的劫掠兽，非常的可爱，大眼睛水汪汪的。这个卷心菜种植者会像其他的灾厄村民一样主动攻击我们，并且攻击的方式是投掷出卷心菜砸我们的头，伤害性不高，侮辱性极强。我们把它安排掉之后，只会掉了几个卷心菜而已。然后就是这个小型劫掠兽了，我们的重头戏，它算是一种中立生物吧，不会主动攻击我们，只有在我们攻击灾厄生物的时候才会引发它的仇恨。不过我们也可以驯服它。在我们和劫掠兽战斗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把劫掠兽打晕，在打晕它之后，我们可以用桶快速的接一桶劫掠兽的奶，这个奶喝了之后可以给我们提供一段时间的力量效果，非常的强。我们也可以拿它去驯服小劫掠兽，有的时候可能需要好几桶才行。驯服成功之后，这个劫掠兽就可以保护我们，它还可以帮助我们和灾厄阵营进行战斗，伤害和血量都超级高，甚至比原版的劫掠兽还高。打起劫掠兽来简直就是完虐。我们还可以喂它吃卷心菜来让它们长大。长大之后只需要一个马鞍，我们就可以像灾厄村民一样骑着劫掠兽了。不过骑着这个劫掠兽的时候，好像骑着一只大猩猩。我们驯服的这只劫掠兽和原版的劫掠兽还是会有一点不一样的，装备也稍微差了一点。这只劫掠兽的战斗力可比原版的强多了，而且我们还可以用卷心菜给它回血。那么除了食物方面，灾厄村民们也需要一些精神的粮食。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下一个模组了——灾厄魔术师。在森林中，我们可以找到比较巨大的带屋顶的剧院，剧院的正门口还有掠夺者在守卫。我们进去看一下，里面的装饰还是非常不错的，头顶还有一个超人的盔甲架。再往里面走就是舞台部分了，现在已经有不少的灾厄村民们正在等待观看魔术师的表演，这里其实有的时候还会生成幻术师的。然后在这个舞台的后面还会有一个小房间，房间里面关着一个无辜的村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把他关在这里面，所以我们最好是把他先给解救出来，然后再去击败这里面的生物。在和这个魔术师战斗之前，我们最好还是先把附近的这些生物都给消灭掉才好，因为和这个魔术师战斗的难度还是很大的，他的战斗模式非常多变，可以召唤非常凶狠的小兔兔对我们发起攻击，或者可以发射不停反弹的魔术子弹，有的时候还会发射扑克牌作为攻击手段，在被我们攻击之后还可以隐形，还可以瞬移，甚至还可以让我们进行瞬移，非常的难打。而我们成功击败他之后，可以掉落他的帽子，但是这个帽子我们就可以在击败掠夺者的队长的时候不受到不祥之兆效果的影响。不过建议大家在打队长之前还是先把这个帽子脱下来，毕竟袭击是一个可以获得不死图腾的好途径嘛。OK，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模组名称分别为屏幕中间这两个。那么我是小包，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拜拜。